老公下葬当天，小姑子当众要求分割财产。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哥的遗产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很认真地道，我们代表的是我妈。他把那个“们”字咬得特别重。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和老公结婚多年，感情一直不错。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车房齐全，算是这一代白手起家的天花板。这些年，我们每天奔波于工厂和家里之间，根本没有机会停下来好好享受生活。好在女儿珊珊很争气，研究生毕业，学的还是经济管理学，我们也放心把厂子交给她去打理。打算和家栋退居二线，开始我们的环游世界计划。谁知道出国的机票刚订好，他就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去世了。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悲痛万分，连丧事都是他弟弟林家良帮忙操办的。葬礼结束，我正要向家良道谢，他们的妹妹林佳慧就找了过来。我因伤心过度，整个人昏昏沉沉的，根本没有留意到他的神情里严肃到有些离谱。那时的我还以为他和我一样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中。小慧，这2天辛苦你们了，准备哪天回杭州？我强打起精神跟他打招呼。暂时不回。哦，难得回来一趟，多陪陪妈也好。我依旧哽咽地说。一边的林家良看看我，我去把车开进来，你们聊。林佳慧叫住他，二哥，咱们先跟大嫂说好。我心里咯噔一下，人瞬间清醒了，有什么事吗？家良。林家良停下脚步，目光躲闪。林佳慧嗤笑一声，说不出口是吧？那就由我来做这个恶人吧。接着轻飘飘扔出一枚重磅炸弹，大嫂，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伤心了，日子该怎么过还得继续过。趁今天大家都在，咱们坐一起商量一下我哥的遗产具体怎么分配吧。我以为我听错了，你哥的遗产跟你有什么关系？他很认真地道，我们代表的是我妈。他把那个“们”字咬得特别重。我妈？看来他是做好撕破脸的打算了。林家兄妹3个，林佳慧排行最小，又是家里唯一的女孩，2个哥哥和父母都很宠她。可她却从小恃宠而骄，家里所有的好东西都是紧着她的。高考时，只因婆婆没有给她准备好第2天要穿的衣服，她居然赌气不去参加考试。结果就是全家人找关系求了人家，才把她弄进一所3流大专。毕业出来后，又谈了个杭州的男朋友，一句话她不回来了。家里就要每个月给她支付生活费，一直到她谈婚论嫁。她结婚时，虽然我们的厂子刚刚步入正轨，利润并不可观，但多年来一直以长子自居，已经习惯全方位照顾大家庭的林家栋，还是慷慨地送上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当年10万块钱的陪嫁，足以让林佳慧在婆家人面前把腰杆挺得直直的。后来我才知道，林家栋是担心妹妹从小地方出去会被婆家瞧不起。我那时刚刚怀孕不久，对他的做法很不满，他安慰我，都是一家人，何必那么计较？他这话我还确实不太好反驳，因为他对我家人也特别慷慨。我说，咱们也有孩子了，总要为自己孩子打算，佳慧在大城市，条件不比咱们差。放心吧，我懂远近亲疏，当然是老婆孩子最重要。话虽如此，弟弟妹妹家里一有事，他还是会第一时间帮忙。帮忙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直接砸人民币。如今他尸骨未寒，他用心呵护的妹妹却这样对待他的妻女。
想必九泉之下的他也难以瞑目吧。我看看林家良，家良，这也是你的意思？他低头不说话。林佳慧道：二哥脸皮薄，不好意思张嘴，我的意思就是他的意思。林家良抬头看着我，只讪讪地叫一声大嫂。我无比也寒，冷笑着问：这么说，你是你家的全权代表了？林佳慧：可以这么认为。我想，林家良脸皮薄，他脸皮是真厚。一直站在我身边没说话的女儿珊珊，一把将我拦在身后，愤愤道：我不同意。我扭头看他一眼，示意他别插嘴。他没有爸爸护着了，可是还有我这个妈，我不能让她一个没成家的女孩冲在前面担恶名。他却坚持，我不同意。在场的人都看着他。林佳慧轻笑一声：珊珊，亏你还是研究生毕业，继承法你不懂吗？你奶奶跟你和你妈具有同等的继承权。珊珊上前上步，直视着她姑姑，我每天只想着怎么多联系几单业务，可没那闲工夫整天研究什么继承法。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惦记也没用。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没教养。林佳慧有些恼了，我是在替你奶奶争取合法权益。奶奶脑子清楚得很，她并不需要谁做代表。林佳慧笑了：你以我是越俎代庖？呵，走，咱这就回去，当面问你奶奶。回去的路上，我心里一直在嘀咕：好好的儿子说没就没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婆婆真的还有心思争夺遗产？可看那林佳慧一脸的笃定，又不像信口开河。妈，您自己跟他娘俩说，要不珊珊还以为我假传圣旨呢。一进门，林佳慧就对婆婆道：奶奶，您说是您急着要跟我和我妈分我爸的遗产吗？我爸刚下葬，珊珊泣不成声。林家良两口子默不作声。婆婆有些尴尬：珊珊，我一看婆婆这副神情，心就彻底凉了。可怜林家栋每天把他妈当皇太后一样供着，临了，他妈还是听了他妹妹的怂恿，迫不及待地要分遗产。妈，我们这些年对您怎么样？您说给佳慧听听，她这些年不常回来，可能不了解情况。我看着婆婆说道。林佳慧脸色略显尴尬，随即若无其事地站在婆婆身后，搂着她的肩膀道：妈，亲是亲，理是理，这些年大哥大嫂孝敬您，我们也都看在眼里。可这跟遗产分配是两码事，现在大哥不在了，他对您的赡养义务必须提前理清。婆婆下定决心似的看着我说：肖丽，我知道这些年你对我确实不错，可现在家栋不在了，我没道理让你照顾，对吧？不如把该给我的那一份给了我。我跟家良去过，原来他们一家人早就背着我们母女商量好了，可笑以前听他们一口一个大嫂，叫得多亲热，我还真以为这是个兄友弟恭的和谐大家庭呢。直到现在，我才彻底醒悟，那些和谐的表象不过是用金钱堆砌出来的。奶奶，您觉得我们会不管您了吗？珊珊哽咽着，还想说什么。婆婆沉默不看她。我拉过女儿，家栋走得突然，也没有留下什么话，家时具体有多少存款和外债更是没仔细算过账，毕竟她也不知道自己突然就会。说到这里，我忍不住放声大哭。林家良夫妇也揉着眼睛。林佳慧依旧很冷静，所以才需要坐在一起清点一下具体的房产、存款、理财。我止住哭声，厉声质问：你有什么资格来清点我们家的财产？林佳慧讪讪道：我妈年纪大了，我们当然是代表她出面的。珊珊又要往前冲，我一伸胳膊拦住她，
冷笑道：“林佳慧，既然你口口声声要按法律规定来，那干脆直接走法律程序好了。现在马上从我家出去。”婆婆叹了口气，劝道：“肖丽，你也别怪小慧，她也是为我这个老婆子着想啊。”珊珊在一旁冷笑，我气得全身发抖。为你着想？那仔细算算，她这些年出过多少钱多少力，口头尽孝啊！我真替家栋不值。这些年她是怎么对你们的，你们都忘了？算了，我摆手，不想继续跟他们打嘴仗。你们走吧，法院怎么判，我们怎么执行。林佳慧扶着婆婆向外走，我喊住林家良：“等一下，把东西拿上。”珊珊会意，马上进了婆婆房间，开始收拾东西。看着堆了一屋子的东西，林家良也很不自在。我改天买了收纳袋再来装。我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瞅着他一字一句道：“不用买了，阳台那边有剩下的。”林家良的眼睛瞬间就湿了，他当然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婆婆站在新虎口，扭头看了一眼，皱着眉头：“肖丽，你有必要做这么绝吗？”我惨笑一声：“是谁做的绝？”下午，我正在家整理老公的遗物，手机铃声忽然响起，一看是林家良，我直接就挂断了。既然已经撕破脸了，有什么话就留在法庭上说吧。他却一连打了好几次。我接起电话，不耐烦地问：“不是说走法律程度吗？还有什么事？”林家良在电话那端唯诺着：“大嫂，你先别挂，我有事跟你商量。”我有些诧异，林佳慧不是全权代表了吗？原来他们回去琢磨一下，觉得经法院审理的话，第一传出去不好听，会被人家笑话；第二肯定费时费力，不如还是私下协商解决为好。我冷笑：“你们这样欺负我们孤儿寡母，还怕人在背后戳脊梁骨吗？是不是林佳慧等不及了？家良，你怎么说也当哥哥的，怎么就让他指使得团团转？”林家良并不接话，只是讪讪道：“大嫂，为了体现我们的诚意，我们同意降低妈那份遗产份额，你觉得怎么样？你们还挺大度，不过我不同意。”说完，我直接挂断电话。其实我何尝不明白，私下协商也许会比较划算一点，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不想与他们和解。我让珊珊把备用资金全拿出来了，原材料，又看着桌上几本房产证沉思起来。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林佳慧居然厚着脸皮和她老娘一道登门了。任她说的唾沫横飞，我就是不松口。婆婆忽然说：“小慧，你先下楼等我，我跟你大嫂说几句话。”林佳慧还不太乐意，但婆婆一脸严肃，终于还是出去了。婆婆语重心长地道：“丽丽，我既知道你心里委屈，自己辛辛苦苦打拼下的家产要被人分走，换谁能甘心？”我有些意外，原来她心里都明白呀。可是我还是支持他们替我要回属于我的那一份。我心里一沉，不知道老太太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肖丽，你现在才50出头，你能保证你将来不再嫁？婆婆盯着我问。我有钱有闲，后半生独自潇洒不好吗？是有多想不开，才会让自己再次陷入一场复杂的关系里？我不动声色地看着她。你以后嫁，不就把家栋辛苦创下的家业白白便宜别人了？她继续问。我反驳：不是还有珊珊吗？我肯定会留给她的。珊珊，哎，她是个女孩子，将来终归也是要嫁人的，到时候还不是一样便宜了外人？听听，原来错在我们。好像珊珊要是个男孩，林佳慧他们就不会起贪念似的。
他这么说，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吃相显得没那么难看罢了。我反问：难道你去世以后，佳慧从你那里拿走本属于我们的财产，就不是便宜了外人？婆婆勃然大怒，拍着沙发怒吼：肖丽，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你这是盼我快点死吗？我恶毒？我照顾你10几年，家栋好好的人说没不没了，他们兄弟姐妹却急着来瓜分财产，你们想过我们孤儿寡母的感受吗？我的声音也提高了。婆婆脸色一僵：别说的那么难听。啥叫瓜分财产？那是我儿子给我留下的养老钱。你都这把年纪了，能花多少？说到底，还不是帮他们抢占。婆婆气得直喘粗气。佳慧说国家就是这样规定的，你有意见找法官说理去。我越说越气，既然你说到养老，咱们就好好算算这笔账。这么多年，佳慧给你花过1分钱没有？小到1瓶降压药，大到你坐过的按摩椅，哪一样不是我们花钱买的？这些年，你每年出门旅游好几次，家良一家3口陪着，我们连同他们的费用也都包了。我们说过什么没有？还有，他和佳慧一有困难就来找我们，这些年他们从我们这里拿走的还少吗？还有林佳慧，连你上次住院手术都不露面，现在闹得最欢。如果不是看上我家这点家业，你猜他有没有心思管你的养老问题？他指定跑得比兔子还快。连日的悲伤夹杂着气愤，我的嗓子早已哑了。婆婆脸上有一瞬的动容，口气稍微软了一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谁家不是这样的？再说，我就不信你没接济过你娘家人。我哑着嗓子道：我哥比我有钱多了，我资金周转不过来的时候还找他借呢。当初我哥创业时，我们的确资助过他，但我哥很有生意头脑，没几年就干得风生水起，很快把钱还给我了。不像林家良，前几年眼馋我们做生意赚钱，自己也想捣鼓，跟我们借了一笔钱去投资，没想到不到就赔个精光。至于借的钱，从不主动提起，就好像完全没有这回事。每次我一提，家栋拉不下脸去催他，只是安慰我说他有我钱了，肯定会还的。可我看他这几年忙着换房换车，压根就没有还钱的意思。我看你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既然不同意私下解决，那你就等着法院判吧。婆婆气急败坏，撂下一句话走了。其实就算他们不要，等我缓口气来，也肯定会给老太太一笔赡养费，暂替家栋尽孝。但没想到他们竟这般迫不及待。我叹了口气，去书房继续整理家栋留下的文件，想看看能不能找到欠条什么的。翻了半天，一无所获，不禁有些后悔。年初珊珊接手厂子后，曾建议我们提前做遗嘱公证，林家栋还笑话他，太不吉利了吧？我和你妈才多大？还是你担心有人会谋夺咱们家产呢？没想到一语成谶称，这才多久，他就真的去世了，也真有人想谋夺我们辛苦拼下的家产。明知胜诉无望，我还是聘请了一位擅长打遗产官司的律师，想看看是否有什么转机。肖女士，对方的诉求是合法的，因此虽然你不情愿，但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由你婆婆继承其中一部分在所难免。抱歉，我无法为您提供任何帮助。不过，如果你厂里要有债务的话，会优先偿还，然后再进行分割。律师委婉地道。我急忙问：现在借的算不算？他面露难色，摇摇头。其实，去年年底有意退居2线时，我和林家栋刚刚清点过家中资产，为了保险起见，
我又仔细盘点了一次，4处房产，只有海南那处落在我名下，其余几处产权人都是林家栋。市价共计1200万，占了我们资产的大头。厂房连同生产设备以及未售出的货物，购进的原材料价值300多万。之所以会是这样的占比，不是因为我们喜欢炒房，而是隔行如隔山，别的都不懂，生怕辛苦赚来的钱一不小心打了水漂，好歹房子跑不了。我和林家栋文化水平都不凡，深知赚钱不易，平时都非常谨慎，脑子里常绷着根弦。防合同欺诈，防投资陷阱，防电信诈骗，甚至担心女儿作为独生女，会因将来有权继承我们名下所有财产而被心怀不轨的男人惦记上。没想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他的亲姑姑叔叔竟然会觊觎我们的家产。其实之前圈子里不是没发生过类似的事情，珊珊也是因为这个才建议我们提前做遗嘱公证的。但林家栋不以为然，他说：“放心吧，咱们拿你奶奶当祖宗一样代供着，怎么都不会亏待她。万一哪天不幸走在她前面，她肯定会主动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再说你姑姑在上海有房有车，他们不会跟你一个小辈争的。”可谁又能想到，他竟真的走在他妈前面了。律师最后提醒我，将来房子过户时，如果对方不配合，恐怕会有些麻烦。我问他，那我要是不急于过户呢？他急还是我急？律师无声地笑了。因为要留下来打官司，林佳慧已经在老家逗留了1个月，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耐心继续等下去。开庭那天，他一副志在必得的表情出现在我面前。法官当庭宣判，析产后属于林家栋的那一半财产分成3份，分别由我、婆婆、珊珊共同继承。走出法院，林佳慧得意洋洋地道：“大嫂，我们都主动提出减少份额，私下解决了，你偏不同意，这下满意了吧？法律不会偏高任何一个人。”我瞥了他一眼，冷笑一声，拉着珊珊径直向前走。他在背后喊：“别走那么快重了，咱还得谈谈具体怎么操作。”见没人搭理他，他忽然笑着说：“大嫂，你这样的态度，到时候可别怪我们不配合你。”我停下脚步，回头看着他，随便。林佳慧恼火地瞪着我，我恍然大悟道：“哎呀，我倒是忘了，之前妈摔断腿那次，你说最多可以请3天假，这次休息了这么长时间，不会被开除了吧？”林佳慧冷哼一声：“少说风凉话，看谁笑到最后。”我笑比，拭目以待。婆婆眉头紧锁，从始至终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瞅着我。看样子，她认为正是因为我不识好歹，才导致家丑外扬，被周围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可我不仅不怕别人议论，还怕别人了解的不够详细呢。扪心自问，我这个媳妇对得起他们老林家？对上这么多年陪着林家栋扛起赡养老人的重任，对下对他弟弟妹妹多有照拂，大不了就是舍一些财嘛。从最初的丧夫之痛中挣扎出来后，我就想开了。但是我不好过，他们也别想好过。我前脚刚到家，后脚林家良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大嫂。”我打断他：“不敢当。从上法庭的那一刻起，咱们之间就只剩下利益关系了。”这1个月里，林家栋的几个忌日，人还是兄妹连面都没露过。每次我和珊珊去祭拜他，都替他感到深深的不值。人间的悲欢果然是不相通的，只有利益才是永恒的。珊珊流着泪，擦拭着家栋冰冷的墓碑，喃喃道：“爸爸，您曾说生意场就是名利场，
利聚而来，利尽而散，可明明是一家人，为什么也会这样？我等他哭够了，才搂着他的肩膀道：珊珊，别太难过了，换个角度想，及早认清一些人的真面孔也不是坏事。珊珊是个性格坚毅的孩子，但直到现在才发现，坎坷与磨难才是一个人认清社会的必经之路。你二审之前还想把娘家外甥女安排进厂坐办公室，我正愁怎么拒绝，现在好了，问题迎刃而解。妈，我没事了。珊珊抹了抹眼泪道。我心里苦笑，孩子，人生路上的风雨多着呢，如果没有乐观的心态，哪能坚持下去？电话那端，林家良沉默片刻，再次开口道：大嫂，你知道佳慧急着赶回去上班，希望你能理解一下。我面无表情道：我不能理解，也没义务理解。上班算什么？我好好老公走得突然，前脚刚下葬，后脚就有人追在后面要跟我分遗产，有谁理解过我了？亏之前还对他们那么好。林家良闷声问：你还在怨恨我们吗？我爆发出一阵狂笑，我不该怨恨你们吗？清静一天，第3天，婆婆打来电话：肖丽，法院都判了，你还敢拖着不办？妈，你忘了，今天是家栋的5期忌日。婆婆愣了一声：这就5期了？那好，明天咱们一起去办理一下。办理一下，事情哪有那么简单？海南和上海的2套房子是全款购下的，上海那套一直在出租。前几年，林佳慧曾流露出想借住的意思，家栋没接她的茬。当时婆婆还话有话挤兑我，说是我挑唆的。海南那套，每年冬天我们都会过去住一段时间。当地这2套，则是贷款买的，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其实最合适的分割方式就是卖房，然后分割房款，但是要卖房就必须先过户。我倒想看看，现在究竟是谁更急着过户卖房，拿钱走人。果然，第4天，林佳慧就打电话来。我不紧不慢地问：为什么要卖掉房子？那可都是你哥的心血，不卖怎么办？我妈就是过去跟你们一起住，也只能住一套啊。她提高了声音：爱怎么办怎么办，关我屁事。不过我还是提醒了她一句，这2套房可都有贷款，我咨询过律师，没有还清贷款的房子，先还清才能过户。你还差那点钱？我笑，没说话。他又喋喋不休地说道：大嫂，我知道你对我有怨气，但人还是要理性一点，趁现在我妈身子骨还硬朗，赶紧过户到你名下，对谁也好，不是吗？谢谢你这么替我着想。我讥讽道：算了，这2套房你们都住了好多年了，剩下的贷款应该也没多少了，我马上跟二哥商量一下，把剩下的部分出1/3，好了吧？听了他勉为其难的说辞，我笑出了声。房产平分，贷款自然也要平分，回头一起看看银行流水，看看总数是多少，你们掏1/3。凭啥之前的贷款也让我妈出？我没接他的话，冷冷地道：哦，对了，这几天我发现一些票据，是这些年在你妈身上比较大额的支出，比如每年的体检费、医疗保健费，那些零碎七八的就算了，赡养自己的老娘人人有责，这15万块钱应该由你们3人平摊，你和家良现在每人补5万给我吧。林佳慧愤愤地吼道：我看你是想钱想疯了。我又提醒他，还有，我从你哥的手机银行转账记录里发现几笔大额转账，回头发给你，你尽快还上，要不我会起诉你欠债不还。
那是我哥赠予我的，你有什么资格让我还？”我缓缓道：“其实去银行网点可以查到全部转账记录，可我不愿意那么计较，也没那精力，就只在手机银行查了最近3年内的记录。你要是不尽快把这16万还给我，我可以马上起诉的。到时候我会申请法院调查，看看你哥到底瞒着我转移了多少婚内财产。”林佳慧拟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笑笑：“怕了吗？你可能没注意到，你哥在每一笔转账说明里可都注明了是借款。”他哪是没注意到，不过是吃惯了甜头，摸透林家栋心软，顾念手足之情，不好意思跟他讨要，装傻充愣罢了。虽然林家栋顾念亲情，经常瞒着我借钱给他妹妹，但是转账时又特地标明是借款。珊珊分析，爸爸是个聪明人，他这是给自己留了个后手。妈，你想，要是你一直都没发现，这些借款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可不还，现在姑姑想赖也赖不掉了。当天中午，婆婆就带着林家良和林佳慧把我堵在屋里，叫骂声隔着窗户都传得老远。肖丽，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凭啥连之前的赡养费也要平摊？我儿子真是命苦，那么能干一个人，咋娶了你这么恶毒的货色？儿子生不了就会窝里横。谁规定赡养老人应该平摊了？这要不是家栋走得早，不然，哼，我一准叫他跟你离婚。婆婆梗着脖子怒吼。我看向林家良，他目光躲闪，飞快低下头。很明显，他肯定是从林佳慧那里听到我要求他还款的事，估计这会儿心里不安了吧。我没跟他提借钱的事。有句话说得说，做人留一线，江湖好再见。他虽是窝囊了些，但人其实没什么坏心眼，这次应该也是被林佳慧撺掇的，我也不想做得太绝。我瞥了眼林佳慧，真是佩服。为了达到目的，竟不惜让70多的老太太亲自上场。老太太骂得口干舌燥，我适时提醒林家良，快带妈回去吧，老人家激动不得。你是怕我老婆子吵得你邻居都听见了丢人吧？想叫我走，没门儿，除非你按我说的去做。还有佳慧借的钱也一笔抹掉，赡养费更是提都不要提。我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感情你是带着他们兄妹俩在你儿子尸骨未寒的时候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呗。我不怕丢人，我还担心别人不够清楚呢。让大家都来评评理。家栋葬礼刚结束，还没到家，林佳慧在陵园就提起了要分遗产的事，到底是谁做绝？家栋生前瞒着我接济他们兄妹俩多少钱，一笔笔都有转账记录。既然你们薄凉无情，我追回属于我的婚内财产哪里不对了？你是长辈，都是你的孩子，凭什么家栋辛苦打拼下来的家产你要出面抢占给他们，而我们借出去的钱就不应该要回来？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林家良尴尬地示意我，大嫂别说了。为什么不能说？我打断他，你大哥生前是怎么照顾你们家的，你不会不记得了吧？现在是你们欺负我们到门上了，我和珊珊还要逆来顺受给你们欺负吗？从你们闹到法院，我们之间就没有亲情可言了，你们连一个陌生人都不如。珊珊这时从楼上下来，脸上带着泪花。奶奶，一直以来我以为你疼我，是真的疼我，从来不是因为我是男孩还是女孩。我每次放假回来都会给你带你爱吃的枣仁蛋糕，距离远，担心不新鲜影响口感，我就买个保温箱，经常提着它。可是没想到你居然嫌弃我。我心疼地搂过珊珊，
别伤心了，有妈在，谁也别想欺负你。婆婆脸色一正，似乎有不舍。林佳慧跳出来：“珊珊，你是个女孩子，迟早都要嫁出去的，你带着你爸的财产，还不是便宜了外人吗？”珊珊抹了把泪：“姑姑，你说的是自己吗？你处心积虑撺掇二叔和奶奶争我家的家产，你岂不是便宜了外人？我不同，我是我爸的女儿，我继承我爸的遗产，天经地义。”林佳慧被对得语无伦次，退到婆婆身后，气得满脸通红。随后嘴硬道：“我那是帮你奶奶争取的。”“是吗？你不是早就看中了我们在上海的那套房子吗？现在就等着过户了吧？”我一语戳中他的心窝，林佳慧噎得哑口无言。林家良全程低头，不再说半句话。或许是我的发泄让他良心有愧，亦或是想不到更好的说辞。婆婆见我没有一丝动摇，骂骂咧咧带着林家良和林佳慧打道回府。结果一群人还没进电梯，我就看见老太太一下子倒地不省人事。“妈！”林家良兄妹顿时慌了。我问：“他有高血压，你们最近没督促他吃降压药吗？”林家良愣住，转头问林佳慧：“小慧，你看见妈吃降压药了吗？”林佳慧正窝着一肚子火，没好气道：“我怎么知道？妈之前不是你们管的吗？赶紧送医院吧。”我提醒他们：“是的，我和珊珊去探望时，才听说婆婆是急火攻心引起的脑梗，幸好抢救及时，暂时采取保守治疗，观察病情进展，不能再受激了。”这些都是林家良跟我说的。林佳慧连病房门都不让我们进，指着我的鼻子喊道：“都是你害的，你等着，我明天就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我也不示弱：“你明明知道你妈有基础病，激动不得，为了一己私利，非要把老太太搬出来，现在好了，你满意了，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我也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该还的钱1分也不能少。”我撂下这句话，带着珊珊走了。第二天是珊珊生日，一早上我给她准备好了长寿面，想着家栋刚过世，就不打算办生日派了。我去叫她时，房间里传来了隐隐的哭泣声。我长叹一声，心想她一定是想她爸了。往年他的生日，家栋不管多忙都会踩点给他过。上大学了，也人准时发视频给他唱生日歌。不得不说，家栋是个心细的男人，他是个好儿子、好兄长，更是一个好爸爸。“妈！”我开门进去，“你看，遗嘱，我爸留下的。”我大吃一惊，接过他手上的文件一看，真的是一份公证过的遗嘱。看日期，竟然是在他猝死前2个月立下的。珊珊是在书柜里翻找小时候家栋送给她的书时意外发现的。想来应该是家栋希望在她生日时给她一个惊喜吧，没想到却没来得及亲手送出。他在遗嘱中明确写明，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他的那一份，由他的独生女儿林珊珊全额继承。同时约定，林珊珊需按月支付婆婆的赡养费，并与林家良、林佳慧共同承担婆婆在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待她尽孝。我马上委托律师向法院申请之前的判决无效。消息一出，林佳慧第一反应就是质疑遗嘱的真实性，跑到我家大吵大闹：“肖丽，为了我大哥的遗产，你也算是费尽心思了，居然造出假遗嘱诓骗我们，真是不要脸！”我实在忍无可忍。林家良使劲拉着他的衣袖，劝他别再吵了。林佳慧还是不听：“遗产是我大哥辛苦赚的，到时候你带着家产改嫁，岂不是便宜了你？珊珊，
你也听听，你妈要是改嫁，你1分钱也别想拿到。她竟然还想挑拨离间我们母女之情。好在我早就跟珊珊交底，别说我已经没心思再走进下一段感情，即使有这个缘分，我也会把自己那份一起交给珊珊。我没那么傻。妈，我相信你，你不用解释的，我知道你和爸爸都一样爱我。林佳慧还在楼下吵闹不休，我叫来公证律师，顺便报了警。当他亲耳听到律师声明遗嘱真实有效，而且有公证过，也是最新，具有法律效应时，他才不情不愿闭上了嘴。林家良想拉他离开，他还赖着不走。不一会儿，警方到了。我说：“同志，这个人私闯民宅，在我家门口大吵大闹，麻烦把他请走。”林佳慧一看，瞬间怂了，在林家良的陪同下灰溜溜地跑了。经过仔细审理，法庭宣布之前的判决书无效，继承应以被继承人的遗嘱为准。林佳慧知道结果后，当天就要闹着回上海。林家良拦着不让，希望等婆婆病情稳定后，看看恢复情况，商量好如何时照顾她再说。林佳慧开始借口说请假时间太长，非要走。我赶到医院时，看到她刚要出门。怎么，都已经耽误了1个多月了，也不在乎再多待几天吧？走那么急干嘛？林佳慧脸色难看。你管不着，欠我的钱还了再走。林佳慧嘴角一抽。还有，按照遗嘱，你得与家良、珊珊共同负担你妈的医药费。我眼角的余光瞥林家良，明显松了口气。我们家的事，轮得到你来多嘴吗？他恼羞成怒。哼，想撂担子，没门。家良，你来说句话。林家良勉强笑了一下。大嫂说的对，还有，咱还是先换回普通病房吧，单人病房太贵了，以前都是大哥负担，现在能省则省吧。还好婆婆恢复得不错，虽然暂时有点嘴歪眼斜，但并不影响自理能力。林家慧心不甘情不愿地还了我那16万，又平摊了1万多的医药费，悻悻而归。林家良与她谈妥赡养费具体如何给付后，才把婆婆接到了她家。亲兄妹明算账，林家良这一点做得倒是很廉明。半年后，我路过林家良所在的小区，看见婆婆一个人坐在小区花坛旁。往日趾高气扬的老太太，如今显得有些落寞，也清瘦了许多。后来听林家良说，林佳慧因为请假时间太长，影响了正常的工作，被领导派到仓库做仓管员，偷鸡不成蚀把米，她气得半死。本还想着吞掉我们在杭州的房子，没想到什么也没捞到，反而伤了亲情，还归还了10几万的款项。她婆家知道后，都纷纷指责她人心不足蛇吞象，有这样慷慨的娘家，非要闹得众叛亲离的地步。听说最后老公也闹着要跟她分居。一向娇蛮任性的林佳慧，现在只能在婆家唯唯诺诺过日子，不时还打电话给林家良诉苦。刚开始，林家良还会安慰一下，时间长了，谁家都有忙不完的事，哪有闲工夫天天听你发牢骚。慢慢的，林家良也不爱接他电话了，还在老太太的老人机上把她的手机号拉黑了，说免得一天天打电话过来激婆婆。事情过了之后，珊珊专心管理厂子，越来越得心应手。我原本还退居2线给她指导，现在完全可以放手。我看着老公去世前买的飞往马尔代夫的机票，眼眶戚戚。老公，你没有看的风景，我去替你游览个遍。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希望能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